前有人祸，后有天灾。7号，俄罗斯通讯社援引印度电视台发布报道，在印度北部的阿坎德邦发生一起天灾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冰川断裂，引发滔天洪水。当时阿坎德邦的西干加水电站大坝被冲垮，近150名工人下落不明，并且位于下游的道里根加河水电站也被损坏。从印度发出的视频中完全可以看见，滔天洪水毫不留情瞬息而下，一路冲垮各种建筑设施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可以说，这确实是印度又一个灾难。印度总理莫迪也为此沉痛发声，表示会及时关注救援情况。虽然印度官方表态，在发生这场灾难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展开了救援工作，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不知踪影或者已经死亡。不过，这场天灾究竟如何而来，似乎还是颇有争议。据悉，这不是印度阿坎德邦第一次发生洪水灾难。在2013年的时候，这里同样因为罕见的暴雨天气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，直接夺走了近6000人的生命。为此，印度潜水资源部长就对外表示，他早就说过，喜马拉雅山脉附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带，不仅是军事上，在气候条件影响下，其他资源建设同样如此。特别是恒河等主要支流上修建电力项目就非常不妥。还有印度环境学家也对此表示，在这样一个敏感地区修建水电大坝项目并不合适，这次的灾难应该严格的审查。这不禁让图苏想起当初中国要在雅鲁藏布江修建水电站的事情，当时印度还表示中国想要用水攻击印度，为此同样在恒河上修建了一座水电站，这回说不好还真是自己作的。当然，对于印度的这一场灾难，图苏本人出于人道主义，还是对印度感到十分惋惜和同情。毕竟这场天灾搞不好还真是又一场人祸。要知道，印度才刚刚经历一场人祸——农民起义，就是因为印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土地相关法规。要知道，土地作为农民生存的重要手段，印度这次土地改革法一出，侵占农民利益，不就是逼着全国农民纷纷走上街头参加抗议吗？而且这一场从11月份开始的人祸，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消减消息的踪影。根据最近的新闻消息来看，农民起义已经开始堵塞各大主要交通路段，高速公路也没有逃过一劫，所以之后很可能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再加上印度国内4亿蔓延的新冠疫情，在起源之争上也是扑朔迷离到让人难以看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印度还要在拉达克、克什米尔、印度洋进行各种军事活动，说不好也真的是心大。不久前，美国海军上将查尔斯·理查德呼吁美军要应对与中俄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。此番话一出，令全球大惊。可以看出，美国人已经难以掩饰自己要重新利用核武器来讹诈他国的小心思了。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美海军上将的一番话竟引发连锁反应。在美国的后院，一场新的波动开始了。据巴西国防电视台报道，近段时间，巴西国内对制造核武器的呼声越来越高。目前，一项关于制造核武器的提案在巴西得到2万名支持者的投票通过。该提案规定，巴西武装部队需要核弹来阻止外国对巴西的干涉，并捍卫重要的亚马逊河地区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巴西虽然是南美第1大国，但一直是安于现状，与核武器很难扯上关系。不过，在过去，巴西人对核弹倒是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。早在上世纪40年代，巴西就以矿产协议换取了美国的核技术援助，这也成为巴西核技术的起步。到了50年代，巴西从德国购买离心机，试图自己提炼出铀浓缩。与此同时，巴西也一直暗暗打着核武器的主意。冷战时期，美军2个核大国让核弹的阴影笼罩全球，但巴西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直能从美国那里得到核技术的扶持。很显然，那时的美国也是支持巴西拥有核技术，从而让巴西加入自己对抗苏联阵营，而巴西则希望制造核武器来威慑邻国阿根廷。但是到了90年代，情况突然发生改变。一方面，苏联解体后，美国也没理由支持巴西核技术；另一方面，巴西与阿根廷关系缓和，
巴西也没有用核弹威胁邻国的意图。然而这个时候的巴西不但没有放弃核武器的研制，反而有了更大的野心。1990年，巴西直接拒绝了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，成为当时少数几个没有签署该协议的国家。那时的巴西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成为南美的话事人。但美国对南美的影响力很大，如果巴西希望成为南美的话事人，首先就是要遏制美国对南美的干预。而如何制衡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美国呢？发展核武器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然而自信的巴西人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展开，经济崩溃如雪崩一般瞬间压垮巴西。此外，对南美了如指掌的美国会不了解巴西的小心思吗？美国怎么可能允许自家后院的国家拥有自制核武器的能力？于是当初的协助者变成了施压者。最终1998年在外部压力下，巴西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。当时巴西媒体以告别核炸弹来报告此次事件，想必巴西人也是心有不甘，但却终究斗不过现实。时隔20多年，巴西人再次呼吁我们必须要造核弹。这其实并不突然，而是被压抑了很久的想法再次出现。实际上，从巴西的举动中，我们也不难看出，当美国人说出不排除打核大战时，巴西人明白只有自己拥有核弹才能保护自己。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巴西人不再相信美军有能力保护南美，因此必须要靠自己了。在2月6号，环球时报援引了一篇印度时报最新的报道。该报道中称，印军高层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在最近宣称，印军已经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充足准备，可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紧张局势。虽然歼20已经被发现部署在关键性地区，但印军十分了解中方的能力，将歼20部署在列城附近，就是担心印军会采取必要步骤。印军给中国带来了压力。虽然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，印空军参谋长一口咬定，我军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将歼20部署在和田机场，是因为印度即将接收到阵风战机。印度空军的新款战机给中方带来了巨大压力，因此匆忙将歼20部署在了靠近前线的机场。此人还淡定地表示，阵风战机在作战能力、武器挂载和战斗经验上都优于歼20，后者顶多就是个3代半的水准，和印军的苏30 MKI 差不多。实际上，印度空军参谋长突然这个时候再次将1年前的事情拿出来炒作，通过无脑贬低歼20的方式来抬高阵风战机的各项性能，看起来十分可疑。目前印军尽管不断在前线加码，不是继续增派兵力，就是砸下重金继续采购军备，可以说已经打定主意想在前线常驻了。而且1月份的时候，这位印空军参谋长就已经去过一趟前线。如今的行动，与其说是用这种方式鼓舞士气，不如说是为了自己谋取某些利益。有观察人士表示，关于印度吹捧阵风战机的消息，在时间上有一个微妙的巧合。先前采购的阵风战机第3批战机在不久前刚刚抵达。换句话说，巴达乌里亚在一个劲儿的尬吹阵风战机，其实是在为空军找一个好看的遮羞布。毕竟阵风作为4代机，但卖给印度售价接近可以买3架 F-35战机，哪怕加上后期的维护费用，这个价格也实在离谱。唯一可以解释的就只剩下印军采购的传统技艺吹回扣了。而巴达乌里亚作为空军的实权派领导人，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分析认为，如今印度空军再一次吹起了阵风战机，大概率是眼馋新德里2021年的国防预算上涨，想要忽悠新德里再次向法国采购一批阵风战机，而不是砸钱给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印度制造持续输血。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